为啥在美国上大学会倾家荡产？为什么在美国想上大学的家庭要存一辈子的钱呢？这个钱花到哪里去呢？为什么这么贵？我们老外怎么看这个事情？还有哪一些更好的选择、更好的方法呢？今天咱们就来研究一下这个事儿。美国那边的学费，大学的学费算是全世界最高的之一。那么学费那么贵，他们的教育肯定是最好的，是吧？哈哈，那不一定。今天的这个分享，我觉得很多中国和外国朋友们都会觉得比较有意思。如果你第一次刷到我的视频的话，那非常欢迎来看一下。Marky 是我的名字，我在中国，在四川成都。开始之前，我也想问问你们觉得中国这边上大学读书的费用合理吗？还是也觉得太贵了？你们可以在评论里面跟我分享一下，然后马上我们就进行一个对比，马上你们就知道了到底哪里更贵。朋友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就直接开始。哈哈，没错，我是 Marky。今天我当然又来了。今天我又出来散会儿步。昨天的天气还非常棒，昨天还有太阳，今天又没有了。然后成都这边今天好像又只有4度或者5度，Marky都把羽绒服穿起来了。哈哈，今天Marky有一点忙。今天工作上的事情，健身的任务，做饭、吃饭。好多事情都要完成，但是上午的时候出来散一会儿步，一天的状态都会好很多。今天 Marky 就在成都这边的东郊记忆附近，所以如果你是 Marky 的粉丝，你正在看这个视频，你刚好有时间，那你就搞快点出来一下，咱们一起散一会儿步。成都东郊记忆来喽！然后我想今天的分享，我先给你们放一个视频，给你们介绍一下今天这个话题的一个重点和主要的一个问题，来吗？在美国，很多大学的学费特别的高，有的一般的学校收3万美金一年，有的比较好的学校都要收到6万多美金一年，而且这个只是学费的这部分，生活费、租金、吃的东西都还要单独付费。很多学生、很多家庭因为这个原因要去专门贷款，要去专门存很长时间的钱，只是为了让他们的孩子去上一个大学，得到一个更好的教育。上完大学之后，很多毕业生要用很长时间，要用他们大部分的工资去还这个贷款，就导致他们生活、工作、经济上面都有特别大的压力，都是让他们不太满意。其实这个美国的教育费用、学费的这个矛盾和问题，在全世界上都吸引到了非常多的关注和观察。包括说我们德国那边很多大学生都非常希望去美国那边读书，但是很多德国的父母和家长不同意，就是因为太贵了。包括说中国这边也有特别多的学生，他们的愿望就是去美国上学，去美国上大学，就是因为美国的大学口碑比较好，但是他的教育，其实他教育的东西，他上的课也是一样的，教学质量也一般。Marky 本身也有非常多的朋友去美国读的这个大学，他们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对比，他们说，哎呀，其实大学环境是要好一点，要舒服一点，但是上的课、上的内容，这个教学的质量和水平跟我们德国那边其实是差不多的。那么我在想，为什么这个美国的教育会这么贵呢？为什么美国学费、住宿、饮食各方面都价格这么高呢？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那边的教育也是私立的，
大部分呢都是私立的，所以这些学校他们也不缺学生，他们想去的学生特别多，他们还可以选择，他们基本上可以随便定这个学费，因为他们也不怕找不到学生，对吧？也就是说，你的私立的大学，它的口碑好，他去申请的学生的人非常多，他的学费就可以定得特别高，因为这样这个学校，这个私立的学校，它可以赚更多的钱。难道对学校来说不好吗？那么在美国那边上大学这么贵，那边的人怎么办呢？很多家庭要存钱，要存一辈子，存很久才付得起让他们的孩子去上大学。也可以说中国这边大部分的家庭存着钱买房子，美国那边大部分的家庭存着钱去上大学。虽然说我觉得花钱在教育上面是非常好的，但是这个花费这个费用必须是合理的。像美国那边一年花个几十万人民币在读大学上面，我觉得太贵了，已经不合理了。包括说我非常多的同学和朋友们，他们都说我肯定不会去美国去上大学，因为太贵了。你看我们要贷款，我们要存很长时间的钱才付得起去上这个大学的，那算了，还不如去另外一个地方。这个也是为什么 Marky 那个时候选择了来到中国上大学。我觉得这个选择非常可以。很多这种美国的家庭，他们为了读大学，为了有一个更好的未来，他们去贷了款，然后毕业了之后，他们要还很久，他们要还10几年，他们本人已经30多岁了，已经快40岁了，他们还在还他们大学的那个学费，这个太恐怖了吧？这个情况导致了很多美国那边的家庭和大学生非常不满意，他们说这个不合理呀，我毕业之后还要还我的这个学费这么长时间，谁愿意去生活，去很辛苦的工作呢？在中国这边的情况就不太一样。虽然说 Marky 来中国这边上大学的时候是通过一个合作学校的合作来的，所以说我们德国那边来到这边不用给学费，然后中国这边的学生去到我们德国那边也不用给学费。但是我有了解过，中国这边再好的大学，可能1年的费用也就几万人民币，可能1万多，可能2万多，反正非常划算。哪怕一个特别穷的家庭，可能稍微努力一下，可能贷点款，还是可以读上这个大学。包括说 Marky 在中国这边当过大学生，我知道，我晓得在这边的大学生活非常划算，住在学校里面，房租特别便宜，几百块钱1个月，里面的吃的、喝的、用的、穿的都非常划算。所以说，中国这边的大学生可以有一个很豪华的生活，但是也可以很节约的过这个大学生生活。但是这走着 Marky 就来到建设路附近，然后现在准备去超市里面买点东西，待会儿中午的时候把它做出来吃喽。拿点鸡胸，1、2、3。买好喽，现在准备回家喽，做饭了，然后吃中午饭了。但是我的朋友们，Marky现在在回家的路上了。今天的视频又要结束了，感觉每次拍视频的时候时间过得好快呀。今天我想问一下你们如果有孩子或者自己是大学生，你们愿意去美国读书吗？花这么贵的一个学费去读一个比较一般的教育呢？你们可以在评论里面跟我说一下，我还可以给你们一个建议。因为我们德国那边上大学就不用花钱，就是一个非常小的学费，几百块钱、几千块钱1年，就非常便宜。所以如果你们考虑出国去上大学，可以想一下去德国，其实也挺好的。朋友们，非常希望今天这个分享对你们来说比较有意思，对你们来说比较有用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如果你喜欢看 Marky 的视频，我非常希望你可以稍微支持我一下，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跟你的好朋友分享一下 Marky 的视频，谢谢喽，朋友们。Marky说下一期视频再过来看看我要去哪里耍，拜拜。